吵架了吧？可能啊，下午不是说的好好的吗？怎么会？我去看一下。齐顺，快接电话呀！快接，快接！怎么不接电话呀？怎么都不接电话呀？哎呀！这不是李叔之前找的那个吗？是什么呀？还好吗？你不要再来管我的事情。你和郑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束了，都结束了。都是你。都是你，全部都是因为你。你为什么让我喜欢你这么多年都得不到回应？为什么你要让我认识郑琪？为什么你要让我为了气你跟郑琪假交往？我为什么要掉入自己的陷阱里面？为什么？啊？我为什么要在没有忘记你之前就喜欢上郑琪呢？我承认是我的错，我道歉。但是刚才你跟我说过的话，你有和郑琪说过吗？他听了之后一定很开心。来不及了，一切都来不及了。为什么？风腾，我觉得特别辛苦，我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我必须把对你的感情画上句号。好。再见，风腾。珊珊。珊珊，你不能走，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都看到了。我承认我喜欢风腾，
那个吻是我主动的，我承认。我喜欢风腾很久了，12年，甚至更久。你打我，珊珊，你用力的打我，你打我呀！但是你必须听我把事讲完，好吗？我不想听，你们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是，我是骗子，我是骗了你。那是因为风腾不喜欢我，是我自己一厢情愿，是我一直想把他从你的身边抢走。刚才那个吻也是我主动的，但是风腾没有骗你。珊珊，对不起。你跟我说过，不要听别人说了什么，要看你做了什么。你这是做什么呀？你刚刚是在做什么？珊珊，那个吻是我主动的，对风腾来说真的不代表什么。我只是在跟风腾告别。珊珊，你听我说，你可以不相信袁丽书，但是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跟对丽书真的没有什么，就像妹妹一样，你知道吗？原来你们都知道了。原来你们联合起来骗我，这算什么呀？这算是有钱人的恶趣味吗？不想告诉你，就是怕你有现在这样的反应，才没有告诉你。你懂吗？你真的不相信我吗？珊珊，我跟风腾真的没有什么。我不想再听你们任何人讲任何一句话了。你们全部，一个吻不代表什么，你自称风太太不代表什么。你呢？你让一个喜欢你的女人住在家里面，在我面前，在你身边不停地打转，也不代表什么吗？我呢？不代表什么呀？我告诉过你，只要你有别人，只要你告诉我一声，我会潇洒的转身就走。珊珊，别走。风腾，你曾经跟我说，我们试试吧。我现在明白什么是试试了。心好痛。爱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一点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
瞬间，静静的陪着你。其实风腾呢也是喜欢吃中式的，不过要是他跟我在一块吃，一般都会配合我。没有，你怎么会这么认为呢？你说我们两个都霸道又好胜，从小打打闹闹惯了，如果我们真的在一起，那还得了？能配得上大老板的，应该是那个样子的。爱是风中的诺言，许下的承诺是永远，绝不会搁浅。当我凝望你双眼，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所有温暖都在不经意中蔓延。当你觉得害怕，有我挡在面前。眼中的你就是我的整个世界，深深的爱上你，你能否察觉这份爱太浓烈，否定你犹豫不决，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有些情侣因为这一天过得像一对恋人，而我们这一天纪念你的父母，其余的每一天，我们都过得像情人节一样。珊珊，晚安。我跟你说，在这个大楼里面，我们是上下级关系，但是在大楼外，我们是男女朋友。我风腾有女朋友，为什么针对你？因为在你男朋友周围会有很多你所谓的情敌，但是你只要记住一点，就是我对你有多好，我有多爱你。风腾，我相信你。最美的瞬间，爱你，一直默默守在身边。风腾，多给我几天时间。我许下了诺言，让我冷静一下，爱没有极限，绝不会搁浅。让我亲吻你的脸，留下最美的瞬间，爱你，我愿守在你的身边。不听双遗言，吃亏在眼前。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那个原理书就是有问题嘛。其实我觉得他们说的应该是真的，袁丽书单恋风腾而已，这可是经验之谈。我告诉你，我当时发现尤承浩偷吃的时候，他身边的那些女人，可不像袁丽书那样那么有良知，这可是一个比一个还不客气。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他们个个都觉得自己才是尤承浩的真命天女，所以啊，这依照袁丽书的个性，如果他要是真的跟风腾有什么，他现在怎么会对你这么低声下气啊？这个原理书，它就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狐狸精。
我跟你说，就是因为珊珊发现他跟风腾的，所以他才低声下气的。这一路他用的心机还少啊！真不是东西，这种人绝对不能原谅。哎，下次我跟你说啊，我就把它写在我的小说里，我就写，不能给他起那么好听的名字，撑死了叫个袁大头，啊，然后呢，让他从500米高的悬崖掉下去，然后时速200公里的车碾过去，啊，然后再被她男朋友抛弃，然后她爸妈都不理她了，谁都不理她了。不哭了，啊。不过你想想，如果要是按柳柳说的那样，你现在跟风腾分手了，那不正合了那袁丽书的意啦？秘书能这么做，都是因为风腾给了他机会。风腾瞒了我这么久，让我自己保护自己的机会都没有。那倒也是，而且，看样子这袁丽书和风家的关系，可不是说断就能断的。也许，就算风腾以后结婚了，他老婆也得包容这个喜欢自己老公的妹妹吧。珊珊，这点你应该受不了吧？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他们亲吻的画面，烦死了。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就像你自己说的，潇洒的掉头走。丽书，你非得这样吗？风月，我已经没有脸再待下去了。哎，10几年了啊，你每次都是这样，一遇到事情就逃，逃到角落里，伤口就好了。我这次没有打算逃，我以后都不会再回老斋了。丽书，我跟风腾把话都说到这种份上了，我该说清楚的都说清楚了。我本来就不属于老斋，我妈活着的时候，也希望我能离开这儿，有我自己的归属。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就算没有珊珊这件事情，这段时间我本来也打算搬出去的。风月，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是姐妹就别这么说，照顾好自己啊。我可以进去喝2杯吗？你不是喜欢喝啤酒吗？怎么改喝 whisky 了？因为有个女人跟我说，她觉得喝 whisky 的男人很有品味，所以我就试试。
但是我知道，不管我怎么努力，我都进不了那个女人的心里，因为她喜欢的人是我最好的哥们儿。郑洁，你知道我这个人不喜欢说对不起或者抱歉之类的话，因为我觉得那是于事无补的事情。自从爷爷去世以后，我没有流过半滴眼泪，因为我知道流眼泪根本就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我接下来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解决很多问题，解决集团之间的问题，解决和董事之间的问题，这些都是我该做的。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为了解决很多问题，你的确没有办法照顾到所有人的情绪，你也不能念及人与人之间的情分。其实作为你哥们儿，我觉得我应该体谅你，不应该只考虑到自己的感受。对不起。我兄弟，我自罚一杯。怎么了？感觉你今天跟平常不太一样，有心事啊？珊珊她跟我说分手了。刚才看着她那个样子，我的心好痛。郑洁，你和珊珊是不是都觉得我背叛你了？你知道，如果丽叔她不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妹妹一样，我会像拒绝其他女孩一样去拒绝她。如果今天这个产品是我封腾自己的，我一定会和兄弟你一起并肩去打这场官司。我知道，其实你没有做错什么，只是过程可能不太好罢了。但是作为封家的长子，你拥有了很多，事情的好坏就在你的一念之间，所以你承受的要比常人多的很多很多，包括承受孤单。是啊，其实我好孤单，真的很孤单。威士忌太烈了，我去看看有没有啤酒。干嘛去啊？你不会上班去吧？
我去办离职。离职？珊珊，跟我们走一趟。啊？可是我要去上班哎。不用了，我跟你们财务部打过招呼了，请你3天假。哎，你们如果你们是来当说客的，那就不要再浪费时间。我赢了，给钱。哎，你们居然拿我的辞职打赌！珊珊，我没想到你这么笨呐，亏你还是个当会计的，账都算不来。哎呀，哎，你们2位老总级别的人在这里阻止一个助理辞职，是不是有点太看重我了呀？公私不分。你才公私不分吧？一大早我就问过科长了，现在公司人手挺紧张的。你吧，虽然说只是一个小小的助理，可是很多事都上手了，可以独当一面了。在这个关键时候，因为失恋就要辞职，你说谁公私不分啊？你不是也要辞职吗？凭什么说我呀？对啊，郑琪，你不能辞职啊，你得好好干，做个榜样。不是，怎么说到我这儿来了？那我离职，我是为了集团，你呢？那你离职是为了儿女情长，能一样吗？这境界都不一样。我告诉你，薛珊珊，没有任何规定说职场女性必须靠自己的感情生活来决定自己的工作生涯，傻不傻你？是啊，为什么每次办公室恋情告吹走的都是女孩呢？好不公平！可是我的对象不是别人，是大老板。而且珊珊，你现在离职，相当不划算呐。你想想，还有2个月就发年终奖了，你要是现在走了，钱不就没了？对呀，差点忘了年终奖了。但是现在不是想年终奖的时候，让我每天进那大楼工作，实在是太为难我了。为难？那我们来算一算，怎样更为难吧？你想想啊，你要离开了风腾，上哪儿找月薪这么高的助理工作啊？好，就算有，那年资得重新算吧，搞不好年底连个红包都没有。还有，万一你要没找到工作怎么办？你的生活费怎么解决？房租、生活费、水费、电费一个都不能少。到时候你看怎样更为难？啊，的确很有道理。再说了，这都年底了，你是准备卷铺盖打包回家吗？那你怎么跟你父母交代你离职的原因呢？好，那年终前我暂时不提辞呈，但是我要向2位老总坦诚交代，这段时间我还是继续会积极找工作的。等你找着工作了，咱们再说吧。但是，哎，我也有一个要求。100个都行，说吧。好，从今以后不要再跟我提风腾的事儿，也不要再因为风腾跟我这么热络，你们就把我当成一个助理，一个小小的助理就行了。这样，我也不用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了。小助理，帮我们把单买了啊！走，上班去。行，别迟到啊！哎，你们真是说到做到啊！喂，兄弟，我人已经帮你留到年底了，剩下的你自己看着办啊。走。
等一下啊，马上来。哎，今天怎么你一个人来了？男朋友没来？啊，恐怕以后再也不会来了。爱情是太过复杂的游戏。好了，就害怕失去，怕受委屈，怕太着急，所以伪装成另一个自己。是为了别离，注定这是没有结局的结局。明知道和你没有输赢，可想你还是情不自禁，心疼地告诉自己，该忘记这样的关系。想你总是身不由己，你当然会好好吃饭了。骗自己，也无法再鼓起勇气说爱你。这世界上又有一对情侣诞生了，就在我跟风腾分手之后。到最后，却猜来猜去。但是，两情相悦的甜蜜又能维持多久？不久之后，他们之间也出现一个原力书。爱情的美好都只是在一开始，过程总是为了维持那份美好，变得坎坷辛苦，一直到发现包裹在美好底层的真相，就是分手的时候。唉，好吧，我太愤世嫉俗了。也许柳柳说的没错，风腾跟丽书认识那么久了，如果之间有什么，风腾又何必跟我交往？但我忘不了，真的忘不了那一幕。为什么要让我看到那一幕？为什么要让我知道真相？其实风腾说的有道理，不让我知道是为了要保护我，但是我就是看到了，还用最残忍的方式。喂，妈。灿灿，吃饭了没有啊？怎么样？最近过得好不好啊？吃过了，我都挺好的，就是有点忙。家里呢？家里怎么样啊？
爷爷身体好吗？家里都挺好的。哦，前几天啊，我们用你寄回来的钱呢，给家里买了一台3合1的暖气。哎呦，现在可舒服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脚底再也不觉得凉了。这几天呢，天气变凉了，爷爷还说呢，哎呀，幸亏我们珊珊挣钱啦。那就好，那就好。妈，你的年纪越来越大了，你该花的就花，别省着了。我都出来工作了，你这个小姨缺什么，跟我说一声就行了。啊，知道知道，我们家珊珊长大了，啊，妈呢就希望你一个人在外面，也要好好的自己照顾好自己，知道吗？我知道了。那妈，我去工作了，回头再跟你聊啊。拜拜。薛珊珊，你要振作。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风腾而已，还有更多的人爱着你，更需要你的关心跟照顾。小薇说的是，失恋又不是什么世界末日，我也应该振作点才对。哎，小薇是怎么知道我失恋的事情的？琳达告诉她的。啊，完了，是不是全公司的人也都知道了？请问大老板，特地把我们叫上来是有什么事吗？现在员工餐每天的预算是多少？报告大老板，一餐大约是在8块钱左右。菜色呢？基本上要看当季的食材，大约1周更换一次菜单。这样，从明天开始，每一个人的预算帮我升到12块钱，中西式都要有，而且每一天的菜单我要亲自过目。是。好了，谢谢你们。哇，今天的菜好丰富哎！有红烧排骨，还有红烧鸡翅，都是我儿子的。谢谢。今天菜色好好，是不是公司发大财了？我跟你说，我看公告，以后每天都会有新的菜式啊！真的。是不是公司的新手机上市了，股票上涨了？怎么可能？哎，你想啊，齐帅侵权争议还没有结束呢，股票可观呢。难道是美国那边有消息了？珊珊，大老板那边有没有说什么？没有。显然大家还不知道我们分手的事儿。虽然少了八卦的烦恼，但是老问我风腾的事儿也挺闷的呀。不过话说回来，大家好像都习惯我跟风腾在一起了，感觉外界对我们没什么阻力了。唉，但偏偏在这个时候，我们分手了。小薇，谢谢你打电话给我。你放心，至少在年终之前，我都会努力完成工作的。年终前？过年以后，我也许会换工作，所以分手的事情，请帮我保密，至少在这段时间吧。薛珊珊，你毕业也有1年多了吧？出了社会呢，就要记得公私分明，别把这里还当成学校。上班时间还嚷嚷自己失恋啦，要换工作啦，这样的个人私事真的很影响专业。人这一辈子呢，
换几个工作，谈几场恋爱，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别搞得天大了不起。往后我可不希望在办公室里再听到你说这样的话，把重点放在工作上吧。小薇这个人虽然高傲了点，但专业态度实在是很值得学习。薛珊珊，记住了，以后在职场上可得更专业一点。大老板，凯瑞刚刚发过来的，碧娜公司一知道我们有意和解，提高了2倍的赔偿金。打电话给 Carrie， 听着他办。是。我早跟你说过了，比娜是个贪得无厌的公司，你跟这种人师出善意，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可你们就是不听，现在好了。Carrie 吗？Carrie， 听着谈判。你在美国按兵不动，等我们过去。从现在开始准备好，全力备战。但是这种事儿你不能亲自说吗？我当然不会去见他们，但是我要亲自去说服福尔特公司，这样才能够打赢这场官司。行，我跟你一起去见他们。这是这个月的加餐费，如果薛小姐过来，帮我给她多加几块肉吧。好的，好的。不过你怎么不跟薛小姐一起过来呢？我最近比较忙，过一阵子。哦，那好吧，有空跟薛小姐一起来啊。多谢你。不客气。珊珊最近好吗？还好。既然都分手了，何必还在背地里关心他？对于我来说，这并不是分手。你既然对珊珊是认真的，为什么不早点坦白袁丽说喜欢你啊？其实我也是刚知道的。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我到底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你既不希望珊珊受伤，也不想袁丽说难过。可以这么说。唉，男人啊，优柔寡断，两边都不想得罪，到最后呢，往往最受伤害的是跟自己最亲近的那个人。封家是个大家庭，虽然姓封的只有我和风月，但像丽叔和王叔，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我把丽叔当成一辈子的好妹妹，我不想逃避她，更不想伤害她。但是我没想到，最后让珊珊受到伤害。其实你说的这些，我完全都可以理解，但毕竟珊珊她不是我，她对爱情还是很有憧憬的，所以她那么难过，我相信你是可以理解的。我想，现在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等了，等她自己想清楚了，你就有机会跟她解释清楚了。明天出国，
你一个人好好保重。又要出国了呀？要出国传短信给我，却直接要找丽叔，这还不够明显吗？说不定你们根本就是要一起出国。风腾，你这个大骗子，太过分了！哼！我听风月说，他租给你一间公寓。哦，租金算我很便宜，是个好房东。但是没事要多回老宅。你知道我这个妹妹啊，她最爱跟你聊天。你总是这样，总是对我这么好。这是我应该做的。对了，我跟郑晴明天要去美国，他要和你说吗？李叔，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你，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曾经方毅经常说，我们的家世相差悬殊，所以你一直对自己没有信心，想要证明自己。但是我想要跟你说，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即使没有上海市最美文化人的头衔，你也是一个好女孩。我觉得女孩子其实真的不需要把自己弄得太完美，也一样值得被爱。那为什么这么多年，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呢？不是跟我在一起才能够证明你值得被爱，你值得被爱，也值得找到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恋爱最重要的是相处，不是比赛，也不需要较劲。比赛会让人累，到了那个时候你就忘掉幸福的感觉了。这就是你跟薛珊珊在一块儿的原因吧？不用较劲，也不用比赛，只有纯粹的幸福。对。轻松一点。你知道你跟郑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你没有放下姿态来爱。你说，如果你真正爱这个人的话，就抛开一切，把你的爱轻轻松松的给他，他会感受到。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妹妹，我的家人。祝你幸福。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让自己幸福的。我刚刚跟你说完，让你放轻松一点，你这么努力，幸福都被你吓跑了。其实你应该去找郑晴。等你们从美国回来吧。我觉得我们还有好多话需要好好聊一下。
橱窗给砸了。砸了，解气了？唉，一点点吧。我看见封腾进那个书店，我就一肚子气。人家去的是书店，又不是去酒店，人家能干什么呀？你怎么就不能给封腾回个短信了？你就问问他，丽叔是不是也去？我为什么要问呀？不敢问啊，怕知道答案。既然都已经分手了，还能有什么比这更糟啊？回短信啊！什么？说。老婆，你先别生气，我们就是普通朋友。什么普通朋友啊？写着呢，你什么时候上线？我想想，这是普通朋友。我们就是一起玩游戏的战友。战友？你跟我以前还是战友，现在不是男女朋友吗？你什么意思吧你？你先别生气。那个之前我不是让你跟我一起玩那个英雄联盟，你又不玩，你现在又怪我。反正就是不行，你现在给他删了。啊！快点！我删。好了吧？然后呢？我再也不跟他玩了，我也不玩那个游戏了，好不好？你发誓。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玩那个游戏了，好吗？快！哎，你说双怡这个梦幻小说家怎么发起火来，比那个什么还恐怖啊？人家双怡的脾气是凶，可人家多在乎杜凡啊。你呢？你考虑过人家封腾的感受吗？你真的在乎他吗？薛珊珊，你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你得对你自己做的事情负责任。你这什么都还没搞清楚，你就决定和人家分手？你呀，我跟你说，你不要看到有情敌出现的时候，你就想着逃避，你得勇敢的面对，得解决问题，你得捍卫住自己的爱情。我当然在乎封腾，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像双怡一样河东狮吼，也没有办法像袁丽书那样耍心机。但是，非得那样才叫做在乎吗？丽书，所以丽书真的没有跟封腾出国。小薇跟丽书，他们两个怎么会在一起呢？大老板都给你办副卡了，你怎么能够理解我们这种人的心酸呢？就是，吃饭吧，吃饭吧。一定是周小薇说的，有没有办卡？徐珊珊，你是不是把参会和董事会的衣服穿反了？失恋又不是什么世界末日，你给我打起精神来，等一下下午来上班。是啊，小薇知道的事情未必琳达都知道，不可能是琳达跟她说了什么。袁丽书从耶鲁转学之后去了芝加哥大学，所以跟小薇同一所学校。可是小薇念的是研究所啊，时间不对啊。珊珊啊，你把上一期的报表给我拿过来。哦，好。
小薇，我能请你喝点东西吗？那天我经过这里，看到你跟丽叔一起喝咖啡，就在这里，同样的位子上。走。所以你跟丽叔早就已经认识了。我们是在芝加哥大学的上海校友会上认识的。所以，你公司那些八卦，还有丽叔做那些让我出丑的事情，你都是知道的，都是你们两个计划好的。你觉得我们两个看起来有那么闲吗？整天没事就聚在一起，想要怎么整你？你还说没有？那董事会参会上发生的那些事儿，你敢说你不知道吗？还有风腾给我副卡的事情，我明明都没有跟大家说过，为什么大家都会知道呢？其实都是你散布出去的吧？徐珊珊，你觉得这些东西重要吗？当然重要啦！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样做，别人会很受伤的。可我们也没有散播谣言啊，说的全是事实。就算你说的是事实，那这些事情跟你们都没有关系啊！你们说一些跟你无关的事情。薛珊珊，你以为你爱上的是什么样的男人？他是这个世界上的极品，是全世界女人都想要的男人。不过是一张副卡，一场参会的捉弄，就让你这么受不了了？那你告诉我，你全身上下有哪一点值得让全世界女人都闭嘴，让你好好跟风腾在一起，不受打扰的？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不配。少妄自菲薄了。风腾身边就算出现再完美的女人，在其他女人看来，还是会觉得她们不配。老实说，一开始我也对风腾有兴趣，可是他对我没兴趣，所以我知其所退。他说白了，就算今天是袁丽书真的和风腾在一起，我也觉得他们不配。你跟丽书不是朋友吗？你为什么要这样说他呀？那既然是这样，那你为什么还要帮他呢？那我倒想问你了 ，Why not？ 难道你觉得灰姑娘是受到了全世界的祝福才和王子在一起的吗？周小薇很残忍，但是倒很中肯。跟风腾在一起，其他女孩怎么会甘心地保持距离并给予祝福呢？你呀，我跟你说，你不要看到有情敌出现的时候，你就想着逃避，你得勇敢的面对，得解决问题，你得捍卫住自己的爱情。其实，是我打心底还是觉得跟风腾不配，所以当丽书这样的对手出现的时候，我就不战而逃了。后天回国，希望你一切都好。如果要跟风腾在一起，就得有心理准备，会有10个、100个、1000个像丽书、小薇这样的女孩，随时虎视眈眈。我有那种能耐吗？做女人真麻烦。宝宝，去吃饭了啊！
好，走，吃饭去吧。哎，走，吃饭。哎，珊珊，一起去吃饭。啊，我不去了，你们去吧。啊，那给你带点什么吧。啊，不用，你快不用了。那好，我们走了啊，拜拜。珊珊，没事吧？啊，没事。那没事，我先走了。哎，大老板就快回来了，你怎么脸色还这么差呀？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生理期吧。哦，哎，我记得你原先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呀。哎，你要不要请假回去休息一下呀？不用，反正也快下班了。叶叔，你怎么来了？我让郑琪和律师团留在美国和宾大周旋。哦，跟律师团队啊？我们的律师团队已经换成福尔特了，凯瑞昨天就回国了。嗨，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呀？我就是坐了10几个小时飞机，想多说2句。西西说了，我才想起来，之前生理期来了也没这么痛过呀。难道是失恋影响心情？姑娘，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苍白呀？啊，要不要帮你叫救护车呀？啊，哎呀，你流血了！血型检查了吧？准备输血。是 AB 型 RH 阴性血。那跟家属联系了没有？患者失血过多会很危险的，马上进手术房。是。喂，你好，哪位？喂，你好，薛珊珊小姐现在在我们医院住院。在什么地方？真是急死人了！哎呀，你说我哥干嘛非得让你来接我呀？我自个儿开车去，说不定都到了呢。越是着急的时候，越是赶不得。你也不好好想想，你自己也是熊猫血，万一要是出了事儿怎么办？可是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嘛，献血可是慢不得的。哎呀，我的风大小姐，你就安静一下，让我专心开车行不行？哎，风月，我突然想起来了，那个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特殊血型互动会，我想国内也是应该有的。你赶紧上网查一下，看国内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发文求救。啊！喂，周小薇吗？我是风特。哥，珊珊呢？在手术吗？刚进去。薛小姐是因为子宫息肉破裂大量出血，只要开刀把息肉取出就没有大碍。不过因为薛小姐的血型特别，之前又大量出血，这才是目前最大的风险。哎呀，不要多说了，我去抽血。好，那我先去准备了。老板，周小薇来了。多谢你愿意过来帮忙。老板，
要我先说明我这次的条件吗？你说。RH 阴性血型是，请跟着护士走。请跟我来。真是太谢谢你们了。没事，这算大家的缘分。没事。小薇，你怎么来了？大老板给我打了电话。啊，那我先替珊珊谢谢你啊。啊，那就麻烦你了。压好了你。珊珊怎么样了？她身上的麻药还在退，刚刚迷迷糊糊的醒来，现在又睡着了。不过手术很顺利。那就好，幸好珊珊把挂牌带在身上，要不然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呢。谢谢你啊，风腾。这是我应该做的。哎，对了，你跟薛爸薛妈说了吗？哎，还没呢，不知道怎么开口呢。我建议不要说，不要让他们担心。你们放心好了，珊珊会接受到最好的治疗。那样也好，要不然金栋他们老人家就像上次一样，一票人来上海，反而会影响珊珊的休息。这样吧，我下班以后就来照顾珊珊。嗯，那行，反正我在哪儿都能写稿，那白天我来陪他。我可以有个不情之请吧，你们可以随时来看他，但是我想亲自照顾他。大老板，你下个星期所有的行程都已经取消了，重要的会议已经交代严总他们了，看护也已经安排好了，让他们等一下过来吗？不用，这里有我。大老板还需要什么呢？需要我让司机送你们回去吗？不用了，这里坐车很方便的。我们想等珊珊醒了再走。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静静的陪着你，等待那一天。这份爱太浓烈，否定你犹豫不决。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看来啊，风腾对珊珊还真有心。哎，你说以前他跟丽叔的事儿，是不是咱们误会他了？是你误会他了吧？我早就说了，我一直都相信风腾不喜欢袁丽叔的。那行，就我误会他，你没误会，行了吧？真是。哎呀，不过啊，风腾对珊珊这么有心，珊珊也该原谅他了，回到他身边了啊。应该是吧？你说这患难见真情，况且风腾现在放下所有的事情，全心全意的照顾他，这样的好男人可不多了。而且啊，没有一定感情基础还做不到这样。之前我是觉得风腾不是一个花心的人，但是没想到他对珊珊这么用心，嘿嘿，我可替他高兴了，是不是？哎呀，你说有一天会不会我们家珊珊变成了风太太？啊，大作家，你就别皇上不急太监急了。我是替他高兴。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爱是风中的诺言，许下的承诺是永远，绝不会搁浅。当我凝望你双眼，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是我不好啊，丽叔的事情我一直瞒着你，但是我不想让你不开心。你知道我把丽叔当成家人一样，我不想去躲着他，我也不想伤害他，但是却伤害到你。